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斩获飞天奖，实力封神，获业界盖章认证。赵丽颖，这位在影视圈中摸爬滚打多年的女演员，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扎实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她的表演风格自然流畅，情感真挚，总能够深入人心。无论是古装剧中的温婉淑女，还是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她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展现出不同的风采。在获奖感言中，赵丽颖表示，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对我过去努力的认可，更是对我未来演艺道路的激励。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她的谦逊和真诚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赵丽颖的获奖并非偶然，而是她多年来不断努力和坚持的结果。她始终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不断挑战自我，勇于尝试新的角色和题材。她的演技也在不断的磨练中得到了提升，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除了演技上的不断精进，赵丽颖还以其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赞誉。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同事和蔼可亲，总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每一个挑战。她的这种精神也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此次荣获飞天奖优秀演员，对赵丽颖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表示，将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继续投身于演艺事业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同时，她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影视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赵丽颖的获奖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激励。她的成功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和坚持，就一定能够收获成功和认可。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赵丽颖会继续以她的才华和魅力，为中国影视事业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记得看完后帮我点点赞哦，非常感谢。赵丽颖斩获飞天奖的消息一经传出，瞬间点燃了整个网络，也让无数观众和粉丝心潮澎湃。这不仅是对她多年演艺生涯的高度肯定，更是对她作品与演技最权威的盖章认证。在娱乐圈这样一个竞争激烈、更新迅速的环境里，能够以实力脱颖而出，获得飞天奖这一象征着电视剧领域至高荣誉的奖项，无疑是一种封神级别的存在。而赵丽颖，从一个最初被质疑、被低估的圆脸小花，到如今荣誉加身的实力派演员，她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用作品说话，用态度赢得尊重。纵观赵丽颖这些年来的荧屏表现，她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归根到底不是靠外形、话题或者流量，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真诚感和细腻表演。陆贞传奇中的坚韧，花千骨中的悲怆，知否知否中的隐忍与成长，幸福到万家的现实冲突，还有风吹半夏的热血和野心，每一部作品都在佐证她作为演员的成长与蜕变。从古偶到正剧，从青春题材到现实主义风格，她不断突破固有形象，挑战不同角色类型，终于收获今天的高光时刻。飞天奖的评审标准一向严苛，评选维度既包含观众口碑，也注重艺术质量、思想价值、社会效益等多项指标。在这样权威、公正的评选体系中获奖，证明的不只是赵丽颖的演技过硬，更体现了她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在创作层面所坚持的初心与匠心。幸福到万家作为此次助力她斩获飞天奖的代表作，不仅收视率亮眼，更在社会层面引发了广泛讨论。剧中和幸福的形象虽然平凡，却承载了无数普通女性在婚姻、职场、家庭中所面临的现实压力。赵丽颖将这个角色演绎的既有力量又不失细腻，真正实现了表演与观众情感的深度共鸣。其实赵丽颖早期并不被业内看好，她没有背景，没有科班学历，出道时连主角的机会都寥寥无几。
可是他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对角色的专注，在一次次配角中积累经验，在一部部剧中慢慢熬出来。他曾说过，我不是天赋型演员，我就是愿意比别人多花时间。也正是这种对演戏极致认真，对自己高度自律的精神，让他一步步跻身85花中实力最稳、口碑最正的代表之一。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立刻开花，但赵丽颖用18年的坚持和不断突破证明，后期中能勃发，演技中会被看见。而今，站在飞天奖的领奖台上，赵丽颖脸上的从容与坚定不仅是荣耀时刻的写照，更是一段岁月沉淀的最好注解。她没有被浮躁的流量环境所迷失，也没有因短暂的低谷而放弃自己最初的理想。她始终以观众为中心，以作品为锚点，把演员这个职业当成一场修行。每一部作品的用心呈现，每一个角色的全情投入，都是她一路走来的真实轨迹。更难得的是，在越来越多演员为流量而焦虑时，她始终坚守作品为王的信念，让人感到一种难得的踏实感。这次获奖后，业界对赵丽颖的认可几乎是一边倒的褒奖。多位知名导演、编剧在公开采访中提到，她不仅台词扎实、情绪精准，而且在片场从不摆谱，永远是最早到达、最晚离开的人。也许她不是那种一出现就光芒万丈的人，但她却是在不声不响中把演员二字做到极致的人。她的成功并不偶然，而是长期主义下水到渠成的结果。对于广大观众来说，赵丽颖不仅是一个可敬可佩的演员，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她代表的是无数个从平凡中走来的人，是那些没有捷径、靠努力逆袭人生的人，是在质疑中依然坚持自我、不被定义的人。她告诉我们，不用怕起点低，不用怕别人不看好你，只要有实力、有恒心，总有一天你也能被看见、被尊重、被赞美。回顾赵丽颖这一路的成长，我们不禁感慨，一个人的光芒，不是别人给的，是她自己一点一滴磨出来的。飞天奖只是一个起点，一个节点，未来的她还有无限可能。也许下一个奖项，她会带来更多经验；也许下一个角色，她又会以全新方式打动我们。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不会止步于此，也不会停下追求极致演技的脚步。写到这里，愿每一位读到此处的观众朋友都能从赵丽颖的故事中获得力量。不论你此刻身处何地，面对何种困境，请相信努力不会白费，坚持终会开花。愿你我都能在自己的道路上像她一样，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收获属于自己的掌声与肯定。而赵丽颖的故事还会继续精彩下去，我们一起见证。王一博400多天未拍戏，凭一场看秀霸榜热搜，他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强？王一博以独特魅力打破常规，为现身时装周便登全球热搜，卷毛造型惊艳国际。私生活干净，不随波逐流，他拒绝盲目接戏，专注打磨演技，成为流量明星中的清流。粉丝的耐心等待，正是对他专业态度的最好回应。眼下呢，可以说是影视圈的寒冬期，许多明星都悬空不拍戏，粉丝们个个焦虑的不得了。可到了王一博这儿，粉丝们的心态倒是出奇的平静。起先还纳闷，怎么不急着让自己家偶像快点进组？不过看了王一博，光是参加个时装周或者看书的活动，就能轻松登上全球热搜榜，算是带人开开眼界了。王一博还没有出现，秒登泰国趋势第1，全球趋势第7。王一博作为香奈儿的品牌形象大使，肯定少不了受邀出席时装周。本以为一直有将近400天没进组拍戏，没人太在意这次亮相，没想到竟然引起了不少关注。没想到的是，王一博还没在现场出现呢，关于他看秀的讨论就立刻登上了泰国的热搜榜首，这是还上了全球热搜第7位呢。平时国内的艺人在国际舞台上总是被外国明星比下去，这次王一博算是真给国内娱乐圈争了点面子。
不仅如此啊，王一博的人气那么旺，他这次在香奈儿的秀场上的安排也是相当不错的。卷毛王子，香奈儿的门面。要知道，能被邀请去国外参加时装周的明星，基本上都是形象不错、热度挺高的。而王一博也是在2年内第8次出席香奈儿高定时装周的艺人。作为亚洲第1位，以如此频繁的亮相参加时装周，几乎每场香奈儿的活动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简直就像是他们的招牌一样。王一博穿的这次搭配了一件黑色的小香风外套，里面则是白色的衬衫。由于黑白2种颜色本身比较经典，所以这一次王一博的造型可以说是挺有新意的。把头发弄成了卷发，卷度挺蓬松的，这样也让整个造型多了一份时尚感。这个造型一曝光，王一博卷毛王子的话题瞬间登上了热搜榜单，带来了得意的点击量爆棚。王一博的造型简直把国外那些明星给压得死死的，轻轻松松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创新的造型已经不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样子啦。王一博被法国 Vogue 杂志报道，还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在3月份的时装周上，王一博的素人照被一些吐槽声所包围。这次王一博的状态真是令人眼前一亮，感觉特别清新又大气。作为一个已经快400多天没接新剧，还是顶流之一的男明星，居然能仅凭看一个秀柱就引发这么大的热议，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真让人好奇，他到底靠的是什么？私生活干净，不乱接戏，不随波逐流。一些顶流明星由于私生活不检点，行为不端，导致声誉一落千丈，跌出顶峰的事情，真是屡见不鲜。不过到了王一博这儿，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事，因为他的私生活特别清白，干干净净的。自从他突然蹿红以后，关于感情的事基本上很少见到有啥报道，要么就是被拍到骑着摩托参加比赛，要么就是在搞各种运动，热衷于这些户外活动。可能有不少一线明星红起来之后就变得自我膨胀，肆意谈恋爱，还不怎么负责任。但到了王一博这儿，他更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兴趣爱好。除开私生活没有啥问题之外，最的说的还是王一博的接戏方式，从来没出过啥纰漏，倒是他的挑剧目挺有一套。虽然说身为顶流，差不多都得不断接剧来保持名气和热度，可王一博偏偏不跟风。他没有随意接戏，选择原则一直很稳妥，不会为了追求流量和热度而接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剧，比如偶像剧之类的。偶像剧的题材确实能靠炒 CP 或者其他手段来保持热度，不过在演技方面表现的还不算特别出彩。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演技，王一博基本上接的都是正剧，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王一博成功打破了大家对他顶流演技不行的固有看法，追风者之后，他被认为是有演技的顶流。所以，王一博现在还没那么着急进组，主要是因为还没找到合适的剧本，不能随便接戏。其实，这样做也是对自己演艺道路的一种尊重，避免为了赶时间胡乱选择角色。他这种不为接戏而接戏的态度，真是让人挺眼前一亮的，简直就是流量明星里面的一股清新之风。而且呀，他在不拍戏的时候，也一直努力保持脸蛋和身材的状态，结果就是不少粉丝都愿意一直陪着他，不离不弃的。在内娱这样一个瞬息万变、流量纷飞的舞台上，王一博用一种极其特别的方式向大家再次证明，真正的影响力从来不靠时刻占据曝光率，也不需要日复一日的营业。他可以在400多天没有任何影视作品拍摄的情况下，仅凭一场巴黎时装周的看秀行程，直接冲上多个国际热搜平台，引发超20个相关话题热议，阅读量累计突破10亿。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一个积淀已久、历经多维突破后的自然爆发，背后映照的是王一博的独特个人价值体系与超乎想象的国际化影响力。
首先，王一博的这次巴黎之行，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时尚走秀曝光，而是一种精心策划、审慎选择后的行动。他在秀场上的3套造型，从高定西装的利落剪裁到香奈儿男装的先锋搭配，再到独具视觉冲击力的街头感造型，无一不精准拿捏住了时尚表达与个性演绎之间的张力。他不只是一个被动接受品牌风格的代言人，更像是主动参与其中，赋予时尚更多情绪和精神投射的缔造者。网友戏称他是香奈儿的亲儿子，看似玩笑，却道出一个事实：王一博早已突破传统偶像边界，在高级时尚的舞台上站稳了属于自己的 C 位。其次，这种影响力的形成，不是简单靠某部作品或一时爆点堆积起来的热度，而是一种由内容、风格、个性和精神共同构筑的长效磁场。王一博的沉淀期并没有让他被淡忘，反而因为他的低调自持与质量导向，让粉丝与路人对他的关注持续升温。400多天没有新剧开拍，他没有刻意博眼球，没有频繁营业，却靠一场看秀轻松刷屏。在如今娱乐圈如此内卷的环境中，这种靠沉默也能站在最前线的现象，实属罕见。而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真正的实力者不需要靠喧闹来维系影响力，他们本身就是热度的源泉。从去年电影《无名长空之王》大放异彩，到纪录片《探个究竟》《我的世界守则》等带来的多元突破，再到公益、赛车、环保等多个领域的深耕，王一博一步步从流量标签蜕变为立体艺人。他不迎合，不焦虑，不取巧，而是坚定地选择了一条更难走却更稳当的成长之路。他懂得沉淀的价值，也明白时间对一个艺人真正的馈赠是积累出来的影响力与深度，而非短暂的爆火和喧嚣。有意思的是，许多国外网友在这次巴黎行后，也开始深挖王一博的过往履历。从《陈情岭》中的蓝忘机，到电影《长空之王》中的雷雨，再到街舞里的燃炸队长与纪录片里的野外冒险家，王一博每一个角色都留下了鲜明印记，逐渐拼出一个不靠话多靠作品的安静强者形象。在国外网络社区中，关于王一博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尚编辑感叹，他是一种稀有的中国气质，沉稳又不失锋芒。他的国际化不是靠包装出来的潮流符号，而是一步步从内容、精神和表达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力量。我们必须承认，王一博能在空窗期爆红看秀，除了本身的沉淀与美学张力，更来自粉丝文化的成熟与稳健。他的粉丝并不单单为颜值尖叫，更为他的选择、坚持、专业与人格力买单。他们会为他投票、撰写分析、制作剪辑，也会理性分析他的作品路线，甚至在他不营业的日子里自发组织公益、环保等行动。这种内容驱动型饭圈，在当下的内娱生态中是极为可贵的。也正是这种良性循环的背后，托起了王一博始终坚挺且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基座。当然，网络上也总不乏声音质疑，400多天不拍戏，是不是事业转向了？是不再注重演员身份？但从现实反馈来看，这种质疑根本不构成对王一博成长路径的真实挑战，因为他正在用行动一步步说明自己的演艺之路并没有停滞，而是在更高维度进行着拓展和沉淀。在当下这个热衷短平快的娱乐环境里，一个艺人愿意放慢脚步，选择更适合自己价值取向的项目，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慢功夫。而王一博不正是用这份慢而深的坚持，打造出了属于他的稀缺质感吗？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对品牌、平台、粉丝之间的关系也拿捏得恰到好处。他既懂得把自己交给角色，沉下心去创作内容，也不轻易消费自身知名度。他更像一个长跑者，从不急于一时成绩，而更在乎整条道路的完整度和可持续性。而这一切恰恰构成了他的魅力核心，始终不盲从，始终不迎合，始终在用作品、精神、专业去支撑每一次的站上热搜。
说到底，王一博的影响力并不只是他红，而是他有被记住的意义。他的每一次亮相，不只是一次造型的秀场走秀，而是一次内容和精神的输出。当他站在镜头前，没有多余的话语，没有虚伪的讨好，只是用眼神、态度和真实存在重新定义偶像这一概念时，他就已经赢得了更广泛的尊重与期待。也许这就是所谓真正的明星效应，不是你是否每天都出现，而是你每一次出现都值得被铭记；不是你是否在最喧嚣的位置发声，而是你哪怕沉默，也依然让人感受到光芒。这种力量不靠炒作，不靠话题，只靠时间和选择。最后，想对所有在默默陪伴王一博的人说一句：你们选择了一个真正值得的偶像。他也许不总是热搜上的常客，不总是每月都有新剧可追，但他从来都在认真生活，认真成长，认真选择。也许在未来的某个不经意瞬间，他又会带着全新的角色、全新的作品、全新的挑战出现在你我面前。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不惧短暂沉寂，只为更坚定地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不求一时掌声，只愿一生无悔。而王一博正是那个教我们如何沉淀、如何突破、如何在人生舞台上走得更稳更远的六边形战士。他未曾远离光芒，只是正在更深处为更闪耀的登场蓄力。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